大家好，现在欢迎大家收看犀利流子周末打发时间 Vlog 之猎人谷旅行。猎人谷这个地方，从我来悉尼开始就一直有人给我安利，然后小红书上也疯狂的刷到。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实现上天又入地，在天上你能够看美丽的风景，坐热气球；在地下你可以喝酒，喝到你趴在地下。考虑到坐热气球是一个非常打乱作息的活动，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到达当天晚上，也就是第二天凌晨就出发。大家早上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因为真的太冷了，简直就是化学攻击。之前我还觉得热气球很恐怖，这个东西很吓人。但其实坐上去之后发现，哎，怎么没有感觉就起飞了？哎，怎么没有感觉就降落了呢？比坐车、坐船、坐飞机的感觉都要平稳，跟在平地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想在热气球上出片的话，这个概率非常的小，因为上面很挤很窄，所以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来说，如果你想出片的话，只能拍那种氛围感一点的，然后以侧脸或者背影为主，这样才能保证最短时间内出片，然后你还能有时间欣赏一下风景。从热气球上下来之后，你可以进去到热气球里面去参观，然后还有就是一起帮忙把气球给收起来。我们订的这个热气球套餐，它是包含了一个早饭的，所以下了热气球之后就会给我们送到这个酒庄，然后就可以吃早饭。但是那个味道，不是特别好。不过这家酒庄的酒是很有特色的，一会儿我们下午就会去体验一下。那一篮子就是7000刀，对的。然后那么多篮子，这有20个篮子。然后他们每周5、6日，每天都可以飞，每天都有，对，就算1年200天。对啊，日入。超级赚钱，热气球。回去睡一个回笼觉之后，下午就可以来这个酒庄来体验一下他们特色的品酒活动。这就是吃饭的地方。对，我们又回到了吃饭的地方。哇，哪里来的泡泡？呀！每一家酒庄有它不同的特色。这家酒庄品酒的特点呢，就是它会把冰淇淋跟品的酒结合在一起，让你一起去品尝，一起去猜它的口味。他们说这个大家是执法记录仪啊，去餐厅的时候他们会对你态度好一点，以为你是博主，但并不是这样子的。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atience today as well. Really appreciate it. 那你看我刚刚说 So this is the Zabibo. Zabibo. It tastes like a little Cute bit name. of apple. 然后他让我给我们冰淇淋之后，我们自己猜它的味道。 So it's not just strawberry, chocolate, and vanilla.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for the flavors, okay? And then Italian colour. Red Moscato， 居然有气泡的希拉。它就是自来水，然后跟饮料一样好喝。We'll let you guys enjoy it, and yeah. 好新奇的味道，这个冰淇淋。这个是荔枝吧？第二个白的。一定的。这白色像荔枝，然后荔枝配的是它的果味酒。不过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吗？ Curry. 好新奇的味道，这个冰淇淋。Curry flavored gelato. Now what's the next one? I like something else in it too. Coconut? Yes. Good job. Yeah, what's the next one? It looks like. Yeah, think of what those ingredients combine to make. Black forest. Black forest. Black forest. 葡萄园。晚上我们去了一家猎人谷开的比较晚的餐厅，因为这边还是比较村嘛，所以其实开得晚的餐厅不多，这家还是蛮推荐给大家。在猎人谷的第二天，我们打算先去吃一家很漂亮的餐厅，然后再去另一个酒庄打卡。这家餐厅如果你们想坐到靠山边的那种，就是这个地方很漂亮的 view 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预定。如果像我们一样 walk in 的话，只能被临时安排一个桌子，就没有办法坐在view 最好的地方。不过其实里面我觉得任何一个桌子都挺漂亮的。哦 ，here，OK。好漂亮的小菜单。这个是什么冷 tomato soup、cold tomato soup， 那应该挺好喝的。睁眼啊，别闭眼，1、2、3。然后我来尝尝它的冷番茄汁儿。
好喝吗？像是川菜里的剩的佐料，佐料只是剩下的。这是 linguine， 我记得《料理鼠王》里面好像就有 linguine 这个词。还可以，这个是一个像虾片一样的东西，法式猪颈肉。跟那个东北炖大肘子一个味儿。鸡肉、鱼肉、牛肉、猪肉。这是 bill， 然后还送了个小甜品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人均130。这个小阳光洒在桌子上真好看。我不喜欢吃这个籽儿，这个籽儿有种西瓜籽儿的感觉。除了这个籽儿以外，其他的还是挺好吃的，像饼干。这家餐厅整体给它打个4分吧，其中有3分都是给它的环境，然后它的食物其实味道一般般。我觉得除了猪颈肉以外，好像其他的食物我的小伙伴们反馈都不是很好吃。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酿酒的都是我们民宿自己的，就是我们住的民宿它本身也是一个酒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今天要去的另一个酒庄呢，是这个民宿的酒庄老板给我们业内推荐的，业内觉得排名第1的一个酒庄，所以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这个业内排名第1的怎么样。驶入这个酒庄就是一大片几大片的葡萄园。业内推荐排名第1的葡萄酒，都是庄园的感觉，装修也非常的有味道，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这里其实比刚刚那个餐厅还漂亮。它这里是收费是怎么收的？25块钱一个人。这么便宜？25刀，你可以在这里喝到微醺吧，至少。这个酒庄的管理人员也是算是这里的老板，他非常的热情，一直在不停的给我们介绍他的酒以及这个酒庄的故事。来吧，开场。来吧，先。就多了几年，9加4年。浓很多，颜色也要深一点吧，深很多，对，看就是。Smell from all of these? Yeah. So what you're smelling now is Fiano, correct? Yeah. An Italian variety, very aromatic. 它闻起来有点像一股花香一样的，就那种淡淡的家里的熏香花香。这个好好闻，这个很好闻。喝着葡萄酒，外面就是它的原本的葡萄园。给我们专门 offer 了一个额外的，是粉色的，你看金色的、粉色的，好好看。Yes, correct, sir. So more of the, yes, fuller, more intensity. 成果展示。一桌子的杯子啊，不行，喝昏了。啊？这好美，粉色的日落。一整片葡萄园，刚刚喝的酒就在这个葡萄园里。所以说吧，没有人能从猎人谷清醒的出去。我们这一次的猎人谷之行也就在最微醺之中结束了，下次一定还会再来的。感觉这里还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酒庄，下次再见吧。结束。